为了突破半神，他亲手重创了未婚妻。可当他准备挖出巨龙心脏的那一刻，对方却主动将利爪刺入了自己的胸膛。为了挽回这残酷的悲剧，他发动了终极许愿术，再次睁眼，他竟然回到了被逼婚的命运起点。一上来就是个重磅炸弹，埃伦巴尔特的婚事被强行定下了，联姻对象居然是残暴的瓦尔多罗瓦女公。家主费尔打把盖了印的信件狠狠拍在桌上，态度冰冷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对埃伦巴尔特来说，这门婚事听着风光无限，实际上却和判了死刑没有任何区别。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死路，要么拒绝联姻被直接赶出家门，要么就只能硬着头皮接受，然后被那头残暴的巨龙撕成碎片。可埃伦巴尔特不想就这么离开，他太想在这个家里占有一席之地了。作为一个庶出且体弱多病的三少爷，他根本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没日没夜地疯狂折磨自己。可背地里，仆人们全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嘲笑他毫无天赋，还瞎折腾，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但他还是咬紧牙关，死死撑了下来，因为他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一定能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他拼了命地疯狂训练，只是盼着有朝一日能得到父亲的认可。可他终究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很快就有不长眼的家伙找上门来，将他的尊严彻底踩在脚底下践踏。对方不仅直接动手，话还说得无比难听，嘲讽他一个庶出的私生子，根本没有资格触碰长剑。他只是渴望被当成家人对待，但现实却给了他最响亮的一记耳光。他终于彻底看清了现实，那些人的目光早就从他身上移开了。既然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埃伦巴尔特毅然做出了决定，他要主动离开这个冰冷的家。面对他的退出，父亲费尔达没有半点挽留，只是冷冰冰地答应了下来。这一走，他就被彻底剥夺了家族的姓氏。走出这扇大门，他不再是罗斯诺瓦家的人，未来的路只能靠他自己去闯了。明明知道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却还是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这口恶气他怎么可能咽得下去？他发誓绝对不会原谅那个冷血的男人，一定要让对方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终生。可谁能想到，就在他离开家族的这一天，命运的齿轮开始疯狂转动。年仅18岁的埃伦巴尔特在绝境中彻底觉醒，成为了魔法师。虽然成功觉醒了魔法，但因为起步太晚，他一上来就遭到了无情的毒打。那些人嘲笑他脑子不好使，断言他花上几十年也摸不到门路。可那些蠢货根本不懂魔法真正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当那股狂暴的红色魔力瞬间爆发时，刚才还在叫嚣的家伙全都傻眼，因为支撑埃伦巴尔特走下去的是深入骨髓的仇恨与复仇。仇恨成了埃伦巴尔特最强大的养分，他越是痛恨一个人，实力就膨胀得越发恐怖。靠着这股复仇的执念，他一路逆天杀到了第6环大魔法师境界。而他变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那个抛弃他的罗斯诺瓦家族。那些曾经踩在他头上的恶毒仆人，被他用魔法操控着，开始自相残杀。接着是那2个高高在上的哥哥，也在他的设计下反目成仇，彻底毁灭。最后，终于轮到那个伤他最深的父亲了。面对这个曾经抛弃自己的男人，埃伦巴尔特根本没打算给他一个痛快。他强迫父亲睁大眼睛，好好看着这个引以为傲的家族是如何覆灭的，看着眼前这片由他亲手打造的炼狱。那个高高在上的父亲彻底崩溃了。随着最后一把烈火烧尽，罗斯诺瓦家族彻底成为了历史。可看着满地的废墟，埃伦巴尔特心里却没有一丝复仇的快感。这还远远不够，他心中的仇恨和怒火反而烧得更旺了。这股仇恨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蔓延到了整个大陆。无数强者为了讨伐他纷纷拔剑，他们把埃伦巴尔特视作大陆的公敌，在悬崖边上将他重重包围，发誓要彻底消灭他。可谁能想到，埃伦巴尔特不仅在围剿中活了下来，甚至突破到了人类的极限，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第8环大魔法师。虽然所有人都不得不向他低头，但那股暗地里的怨恨从未消失。新的复仇风暴正在悄然酝酿。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埃伦巴尔特必须变得比之前更强，强到足以粉碎所有的敌人。他开始疯狂翻阅古籍，寻找传说中第9环的半神境界。他需要绝对压倒性的力量。可当他终于找到突破的方法时，却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想要跨入神之领域，唯一的途径竟然是去猎杀红龙瓦尔多罗瓦。为了得到突破所需的心脏，埃伦巴尔特不得不痛下杀手。可命运偏偏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眼前这只被他重创的红龙，竟然就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瓦尔多罗瓦。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来取自己性命的会是这个人。看着到在血泊中的未婚妻，埃伦巴尔特脸上没有一丝动摇，他冷冷地俯视着对方，命令他乖乖受死。面对埃伦巴尔特的步步紧逼，红龙瓦尔多罗瓦感到无比委屈。他虽然背负着暴君的恶名，但实际上一直隐居在人类世界之外。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会招来对方如此深重的敌意。可听到这些辩解，埃伦巴尔特却彻底被激怒了。在他看来，对方根本就是在装无辜。如果不是因为这只红龙非要挑选未婚夫，自己又怎么会被家族无情抛弃？这一切悲剧的源头全都要算在他的头。面对红龙的质问，埃伦巴尔特直接怒吼回去：没错，就是因为恶龙想要人类当伴侣的贪婪，才让他承受了这么多痛苦。这笔账必须算在他头上。听到这里，红龙的爪子微微动了一下，他低声自语：原来是这样吗？埃伦巴尔特愣了一下，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那么多，只想趁机凝聚魔力，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可就在这时，红龙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缓缓开口：这下我全明白了。埃伦巴尔特本想趁机发动最后一击，没想到红龙突然有了动作，
这让他不得不立刻展开防御。伴随着一声巨响，温热的鲜血直接溅到了他的脸上。眼前的一幕让艾伦巴尔特彻底傻眼了，红龙竟然亲手将利爪刺入了自己的胸膛，他为什么要自残？还没等艾伦巴尔特想明白，红龙虚弱的开口：“你刚才说你的魔法需要一颗龙的心脏，对吧？”艾伦巴尔特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个家伙是想彻底毁掉自己的心脏。这下他彻底急了，那颗心脏可是他突破的唯一机会，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艾伦巴尔特大喊着让对方住手，同时拼命凝聚魔法冲了上去。可红龙的胸口已经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能量开始失控，伴随着一声巨响，红龙庞大的身躯轰然到地。艾伦巴尔特现在根本顾不上别的，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那颗心脏到底怎么样了？结果仔细一看，那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心脏居然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他面前。就在这时，红龙虚弱的开口：“拿去吧。”艾伦巴尔特看着眼前的一幕，完全无法理解，他忍不住质问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如果是为了最后的反扑，他明明可以轻易杀了他。结果瓦尔多罗瓦却说是因为艾伦巴尔特因他而变得不幸。这句话让艾伦巴尔特彻底懵了。接着瓦尔多罗瓦说起了自己的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极度厌恶自己，厌恶体内流淌的暴虐之血，那种毫无理由的毁灭冲动让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他的存在只会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灾难，只要他还活着，毁灭就不会停止。所以他觉得只有自己彻底消失，这一切才能画上句号。可是他偏偏还奢望着能获得幸福，正是这个愚蠢的念头害惨了身边所有的人。既然大家都因为他而变得不幸，瓦尔多罗瓦看着艾伦巴尔特，最后说道：“我希望你至少能代替我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是他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可就在这时，一股异样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这种感觉让艾伦巴尔特非常不安，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他忍不住咬牙切齿，觉得这个家伙到了最后关头还要来动摇他的心智。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断提醒自己绝对不能被这些情绪左右，别忘了自己最初来到这里的目的。他再次迈开脚步，朝着那颗发光的心脏走去。梦寐以求的第9魔法环现在就在他的眼前，这可是活了无数岁月的巨龙精髓，只要能把这个东西彻底吸收掉，他就能超越人类的极限，甚至直接蜕变重生为半神。伴随着一股狂暴的能量爆发，他开始强行融合这股力量。可是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他明明已经吞下了巨龙的心脏，却感觉自己正在不断下坠，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难道这就是强行融合的代价？就在这时，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情感突然将他淹没，这股情绪竟然是属于瓦尔多罗瓦的。他看到了，那是属于瓦尔多罗瓦的记忆，那是一种深沉而古老的绝望。相比之下，他自己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可即便如此，他依然试图温柔地拥抱这个世界。这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那些愤怒和仇恨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彻底崩溃了，忍不住质问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他曾经那么渴望力量，渴望复仇，甚至渴望成为半神，但现在看着曾经的自己，他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根本不想要什么至高无上的力量，他想要的其实非常简单，只是想和家人一起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看着眼前的记忆，他突然意识到瓦尔多罗瓦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的心愿。可是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用？那个同样渴望平静的生命早就已经死在了他的手里，既然一切都无法挽回，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就在他彻底绝望的时候，他决定动用最后的底牌，那是9阶法师唯一能施展的终极魔法许愿术。随着魔法阵的光芒将他吞没，他本以为自己会就此消失，结果一睁眼，耳边却传来了声音。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他整个人都懵了。坐在书桌前的不正是早就死去的父亲费尔达吗？听到父亲那熟悉的训斥声，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竟然真的重生了。听到父亲叫出自己的名字，艾伦巴尔特脑子里乱成了一团。在记忆中，这个时候的自己明明还是个废人，难道说今天就是那个命运的转折点？果不其然，父亲直接宣布了那门联姻，甚至还威胁他如果不答应家族就完了。看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幕，他反而笑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像前世那样抗拒，而是非常平静的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一下反倒把父亲给整不会了。这一次他决定不再逃避，面对与瓦尔多罗瓦公爵的婚事，他做出了和前世完全相反的选择，他要正式接受这个婚约。修伦听到联姻的消息后，根本不敢相信，那个只知道苟且偷生的庶子竟然主动答应去送死。在他眼里，艾伦巴尔特绝没有这种胆量，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于是他向管家打听动向，得知弟弟把自己关在房间后，修伦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既然人还没走，那正好过去叙旧，他倒要看看那个废物绝望的表情。可就在艾伦巴尔特准备出门时，走廊外却突然传来了争吵声，房门被猛地推开，修伦气势汹汹地闯进，质问艾伦巴尔特为什么还不滚蛋。可一进门，修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痛哭流涕、死活不肯去送死的懦夫，结果艾伦巴尔特正站在镜子前，神色平静地整理着衣服。面对修伦的无理闯入，艾伦巴尔特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反问他懂不懂礼貌，还调侃自己以后得习惯没有仆人的日子。看着眼前这个判若两人的弟弟，修伦心里直犯嘀咕，只能冷笑着试探他知不知道这婚事的后果。谁知艾伦巴尔特直接把话挑明，这不就是让他滚出家族的命令吗？一句话直接让修伦哑口无言。修伦冷笑着警告他，这门婚事根本就是去送死，还质问他知不知道那个位置为什么一直空着。艾伦巴尔特却异常平静，表示自己心里有数。原来在很久以前，瓦尔多罗瓦的第1任未婚夫可是帝国的第3皇子，
那人不仅完美无缺，深受爱戴，甚至为了这门婚事放弃了皇位。可谁能想到，就在他满怀期待去履行婚约后，直接被那只暴虐的巨龙揍成了肉泥。既然有这么惨烈的先例在，艾伦巴尔特为什么还敢答应？修伦继续出言嘲讽说，连第三皇子都搞不定的婚约，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成功？接着他又冷笑着表示，反正没人会去拦一个主动送死的傻子，甚至还威胁艾伦巴尔特，要是敢违抗命令逃跑，自己会亲手解决他。面对这种威胁，艾伦巴尔特不仅没害怕，反而直接反击，让他管好自己的下半身，别整天盯着大嫂看。这句话直接戳中了修伦的痛处，让他当场暴怒，想要动手。结果艾伦巴尔特只是轻描淡写的避开，还劝他克制一点。艾伦巴尔特笑着调侃，现在要是把脸弄伤了，可就麻烦了，毕竟去龙口的路还很长。随后便动身出发，他拎着行李走向门外的马车，准备彻底离开这个地方。老管家在一旁假惺惺的抹着眼泪，说能侍奉他是自己的荣幸。听到这话，艾伦巴尔特心里只有冷笑，这老家伙还真是会演戏。如果真的心怀感激，又怎么会在他的食物里下毒呢？以前他总以为自己体弱多病是天生的，现在看来全都是这帮人在背后搞鬼。原来在这个家里，连仆人都是别人的眼线，甚至还在他的饭菜里下毒。回想起前世的种种，他恨不得立刻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这一世他并没有直接动手，反而微笑着拍了拍老管家的肩膀，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我了。这一下把老管家整懵了，完全摸不透他的心思。接着艾伦巴尔特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话，让他在自己走后好好照顾这个家族。说完他便坐上马车头，也不回地离开。坐在摇晃的马车里，艾伦巴尔特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也许是因为前世已经复仇过一次，现在的他心里已经没有了那些愤怒和怨恨。看着车窗上的倒影，他不禁想起了前世的自己。那时候他所使用的魔法简直就像是毒药一样，刚开始确实让人沉迷，但随着力量越来越强，那股被仇恨滋养的魔力最终彻底失控，将他变成了一个只知道毁灭的怪物。但现在他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这种久违的平静反而让他觉得很舒服。不过这也意味着他可能再也无法觉醒成为魔法师了。就在他思索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了下来，车夫在外面大喊，说是墓地的已经到了。前方立着一块醒目地警示牌，上面写着前面就是女公爵的领地。结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个胆小的车夫一听说有龙，直接丢下他驾着马车跑。看着四周荒无人烟的森林，艾伦巴尔特也有些犯嘀咕，虽说没人监视是好事，但万一蹦出个野兽也挺麻烦。看来为了保命，自己还是得重新修炼一下魔法。就在他琢磨的时候，林子里突然传来了动静，一个人影缓缓走了出来。来人是一个穿着女仆装的银发少女，她自我介绍叫露里，是女公爵瓦尔多罗瓦的侍从。不过她一开口却问艾伦巴尔特是不是艾伦巴尔特。面对露里的询问，艾伦巴尔特没有否认，直接顺水推舟承认了身份。露里信以为真，立刻在前面带路，准备护送他前往女公爵的城堡。随着他们深入这片领地，关于这个帝国的历史也浮出水面。曾经的阿肯帝国自以为无所不能，但实际上大陆东部的魔物之地一直是人类的噩梦，那里全是各种恐怖的巨兽，人类的军队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堪。就在人类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强大的存在站了出来，以绝对的力量镇压了整个前线。而这个以一己之力挡住魔物大军的，正是传闻中残暴无比的红龙瓦尔多罗瓦。艾伦巴尔特走得实在有些吃不消，忍不住开口问还要走多久。露里头也不回的答道，大概还要走2个小时。这下艾伦巴尔特纳闷了，问他刚才找过来的时候是怎么走的。露里一脸平静地抛出个重磅消息，要是他自己一个人飞过来，其实只要10秒钟。听到这话，艾伦巴尔特心里顿时明白了，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仆身份绝对不简单。原来露里根本不是人类，而是继承了龙族血脉的高阶龙翼，不仅天生神力，甚至还隐藏着龙角和龙尾。既然有这本事，那还费这劲赶路干嘛？艾伦巴尔特试探着提议，要不这次咱们也直接飞过去。结果露里转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我就要抱着您飞了，艾伦巴尔特大人。艾伦巴尔特还想客套一下，说自己为了赶路能忍受被抱着飞，结果露里根本不给面子，直接冷冷地拒绝了，说他只是单纯不想飞而已。这下气氛直接尴尬到了极点，艾伦巴尔特已经累得不行了，只能试探着商量，要不咱们先圆的休息一会儿。可露里连头都没回，催促着让他赶紧跟上，说主人已经等急了。碰了一鼻子灰的艾伦巴尔特只能在心里暗自叹气，这入赘的差事还真是不好干。两人紧赶慢赶，终于在日落前赶到了城堡。露里上前轻轻敲了敲沉重的大门，向里面通报，主人，您的未婚夫已经带到了。还没进门，艾伦巴尔特就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威压，这股力量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仅仅是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如此骇人，门后的存在到底有多恐怖？露里站在门前拦住了他，说自己会负责传达主人的口信，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原地。艾伦巴尔特有些纳闷，问难道自己不能直接和女公爵对话吗？结果露里猛地回过头来，眼神里满是警告，质问他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面见主人。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艾伦巴尔特只能识趣地闭上嘴。片刻之后，露里清了清嗓子，开始正式传达瓦尔多罗瓦大公的旨意。随着露里的声音响起，一头巨大红龙的虚影在半空中浮现，那股压迫感一下子拉满。女公爵在口信中表示，虽然很佩服他明知自己残暴还敢找上门来，但是他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被强加的婚约。女公爵的口信很直接，让他从哪来回哪去。
这要是换做前世的埃伦巴尔特，恐怕早就顺水推舟，直接放弃了。但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不同，这门婚事虽然始于强迫，但他现在是带着自己的意志站在这里的。埃伦巴尔特看着露里说：“我不想回去，我要继续履行婚约，麻烦你把这话传达过去。”露里沉默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女公爵说她很看重这份主动前来的决心，她虽然拒绝了婚约，但也没打算让埃伦巴尔特空手回去，直接让露里扔给他一大袋金币，劝他拿着这些钱去别的地方安家。可埃伦巴尔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看着满地的金币，非常平静地表示自己对权力和财富毫无兴趣，他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履行和女公爵的婚约。听到这话，露里彻底失去了耐心，他叹了口气，二话不说，直接一拳砸向旁边的石墙，警告他别再白费口舌，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埃伦巴尔特一眼就看穿了，这根本不是女公爵的意思。露里也懒得再装，直接承认这就是他自己的决定，既然软的不吃，那就只能来硬的了。话音刚落，露里身上直接爆发出恐怖的魔力，头上长出龙角，身后甚至甩出了龙尾，这股铺天盖地的龙威压得埃伦巴尔特根本喘不过气。露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在他眼里，这些跑来求婚的人全都是想利用女公爵的投机分子。埃伦巴尔特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之前传闻中的三王子会暴毙，原来全都是出自露里之手。露里也没有隐瞒，直接承认了这件事。凡是敢打女公爵主意的人，下场只有一个。在露里眼里，眼前这个男人和当年的三王子没什么两样，都是些被利益熏心的家伙，以为能瞒天过海，实际上愚蠢至极。露里直接出手，将埃伦巴尔特死死踩在脚下，警告他要是敢欺骗女公爵，下场就和三王子一样。可被踩在底下的埃伦巴尔特不仅没有害怕，反而笑了起来。他看着露里，直接用埃伦巴尔特的名义起誓，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半句谎言。他来这里根本不是被逼的，而是完全出于自愿。这一下反倒把露里给整不会了。埃伦巴尔特继续说道：“他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利益，他其实一直记着前世的债，那个在最后关头把心脏献给自私自己的瓦尔多罗瓦，所以这一世他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他要成为瓦尔多罗瓦的盟友。这一次他是真心实意要来当女公爵的未婚夫。”埃伦巴尔特神色平静地开口：“既然我们注定要成为夫妻，那就让女公爵直接出来见我，别再让侍从在中间传话了。”这句话瞬间激怒了露里，锋利的龙爪骤然显现，他怒斥这个无礼的家伙竟敢在龙族领地胡言乱语。就在气氛紧张到极点时，露里却突然收回了攻势，冷冷地丢下一句失陪一下，只留下狼狈的埃伦巴尔特躺在地上。原来露里突然抽身离开，是急着去向主人汇报情况。他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埃伦巴尔特的话，说那家伙扬言要成为您真正的未婚夫。汇报完毕后，露里恭敬地跪倒在地，由衷称颂着眼前这位力量的化身。听到这番狂妄的话语，女公爵瓦尔多罗瓦缓缓开口，她对这个胆大包天的男人隐约产生了一丝兴趣。瓦尔多罗瓦轻声询问：“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露里忍不住开始疯狂吐槽，说那家伙不仅弱不禁风，光是走上山就快累死了。他建议直接把这个废物处理掉。听到女公爵冷冷地叫了声自己的名字，露里顿时心虚的改口，承认那家伙其实长得挺好看，是那种很招女人喜欢的类型。瓦尔多罗瓦感到一阵无语，表示自己关心的根本不是长相。露里收起玩笑态度，神色变得认真起来。他坦言自己作为高贵的龙裔，想要吓退普通人类易如反掌，但那个男人却极其不寻常，即便面对自己释放的恐怖龙威，他的眼神里也毫无恐惧之色。因此露里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或许真的有资格能够直视女主人的眼睛。听到露里的评价，瓦尔多罗瓦竟然轻笑出声，感叹这或许是命运的眷顾。他一直渴望能遇到一个敢于直视他双眼的人类，这样他就能像普通人一样去平等地面对对方。听到平等面对这几个字，露里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但瓦尔多罗瓦的眼神无比坚定。既然主人的心意已决，事情就这么定下了。画面一转，露里重新回到了城堡大门前，看着等候在外的埃伦巴尔特，正式宣布了女主人的决定。女公爵同意继续履行这门婚约。随后，露里侧过身子，示意带他去客房安顿下来。这一步虽然艰难，但埃伦巴尔特总算是成功跨了过去。露里带着埃伦巴尔特来到客房，看着干净整洁的房间，埃伦巴尔特有些意外，顺口询问是谁在打理这里。露里冷淡地表示，整个城堡只有他一个侍从。随后他特意强调，在正式举办仪式之前，埃伦巴尔特顶多算是个客人。看着露里满脸戒备的模样，埃伦巴尔特觉得他像极了护主的看门狗，他懒得和对方计较，直接问起了仪式的具体时间。露里冷冷地回答，仪式将在1个月后举行，这场仪式只会有他们3人参加，并且会在隐秘的龙巢中举行。埃伦巴尔特听完微微点头，觉得1个月的时间足够他做准备了。看到他这副轻松的姿态，露里毫不客气地泼了一盆冷水。他严肃地警告，这1个月是证明他价值的最后期限，想要成为巨龙的伴侣，就必须拥有相匹配的事。如果1个月内无法证明自己，这门婚事就会被彻底取消。埃伦巴尔特有些无奈，没想到
结个婚居然如此麻烦，他忍不住开口询问漏里，这难道是女公爵的意思吗？漏里非常直接的回答，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毕竟女主人心肠太软，但作为侍从，他必须替主人把好这一关。他要求艾伦巴尔特必须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潜力，否则就算名义上是未婚夫，也绝对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听到这番严苛的要求，艾伦巴尔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暗自感叹，看来自己的未婚妻身边确实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帮手。看着眼前忠心耿耿的漏里，艾伦巴尔特心里却泛起了嘀咕，既然他对女公爵如此忠诚，为什么在前世最后的关头却根本不见他的身影？他收回思绪，笑着询问陆里，那自己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难道要成为帝国的皇帝才行吗？陆里神色认真的回答，只要能让其他强大的存在不敢小看你就行。艾伦巴尔特听完直摇头，觉得这要求说得轻巧，实际上比当皇帝还要艰难。不过他还是笑着答应了下来。看着他这副慢条斯理的样子，漏里顿时有些气急败坏，质问他是不是根本没把巨龙放在眼里。艾伦巴尔特只是微微一笑，让他放宽心，自己会在1个月内展现出足以说服他的实力。看着他这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漏里心里直犯嘀咕，不明白这个人类的底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夜幕降临，城堡里一片寂静。艾伦巴尔特独自在房间里踱步，思考着漏里给他的考验，也就是如何证明自己的潜力。虽然他现在确实没有任何力量，但在这个魔法师极其罕见的大陆上，他却拥有一个谁也比不上的优势，那就是他前世曾经达到过9环魔法师的巅峰境界。这种宝贵的经验，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只要前世的那种感觉还在，1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完全足够了。对于一个魔法师来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凝聚出第1道魔力环，只要能迈出这一步，接下来的修炼就简单多了。凝聚第1道魔力环，其实是决定魔法属性的分水岭。靠平静冥想凝聚的蓝色魔力环，虽然进度缓慢，但胜在安全稳定，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要是走另一条路，靠着极端情绪凝聚出红色魔力环，实力确实能像坐火箭一样飞涨，可代价却是彻底沦为疯子。前世的他就是靠着满腔的恨意走上了这条阶级，如果这次还按老路子来，他确实能以最快的速度重回巅峰。可看着前世留下的惨痛代价，他犹豫了。这一次他不想再重蹈覆辙，他要选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转眼1个星期就过去了。在这期间，艾伦巴尔特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想，可看着手中再次消散的蓝色光芒，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失败了。要知道，普通人想要凝聚出蓝色魔力环，起码得花上3年的时间。虽然他有前世的经验加持，但蓝色魔力环的凝聚难度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这和前世那种狂暴的红色魔力完全是两码事。眼看着1个月期限只剩下3周，要是再没进展，可就真麻烦了。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漏里推门走了进来，询问他准备的怎么样了。看着他一边大口吃着炖菜，一边信誓旦旦的样子，旁边的漏里却是一脸怀疑。毕竟在他眼里，这家伙身上根本没有任何魔力波动。其实艾伦巴尔特心里也直打鼓，虽然他嘴上说着坚持下去就行，但实际上他的冥想确实一点进展都没有。看来必须得想点别的办法了。就在他琢磨着该怎么破局时，整个城堡突然剧烈晃动起来，连桌上的餐具都跟着震个不停。艾伦巴尔特有些纳闷，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漏里却显得非常平静，解释说这是女主人正在清理魔物。听到这话，艾伦巴尔特顿时愣住了。漏里接着说道，女主人现在正亲自在东部边境清剿那些从魔物之地爬出来的怪物。听到瓦尔多罗瓦正在战斗，艾伦巴尔特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他突然转过头对漏里说自己想亲眼去看看那场战斗。听到这个要求，漏里直接一口回绝，劝他最好别去凑热闹。艾伦巴尔特有些纳闷，询问这又是为什么。漏里冷冰冰的解释，那种级别的战斗根本不是普通人类的意志能够承受的。他甚至毫不客气地警告艾伦巴尔特，要是他不想在订婚仪式前被吓得尿裤子，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屋里。面对漏里的冷嘲热讽，艾伦巴尔特却没有退缩，他态度异常坚定地表示，既然自己决定要成为他的伴侣，那这就是他必须去面对的责任，自己一定要亲眼去看看那场战斗。结果话音刚落，漏里就直接带他体验了一把什么叫速度。这速度快得连周围的树叶都被卷上了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人就已经稳稳地落在了地。漏里倒是脸轻松地表示已经到了，可旁边的艾伦巴尔特却直接瘫在了地上，这速度简直跟传送没什么两样。他现在整个人都快吐了。看着瘫在地上的艾伦巴尔特，漏里冷冰冰地提醒他，自己可不是他该看的目标，让他赶紧站起来往前看。听了这话，艾伦巴尔特顺着方向望去，结果整个人直接愣住了。只见远处的山谷里，紫黑色的魔气铺天盖地，巨大的魔物正在疯狂咆哮，这动静简直要天崩地裂一样。难道说那就是瓦尔多罗瓦正在战斗的地方？战场上的局势一下子白热化，面对魔物的疯狂围攻，瓦尔多罗瓦直接爆发出恐怖的火焰，硬生生在包围圈里炸开了一条生路。这一下直接把对面的魔物给震慑住了，但他根本没打算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巨大的龙爪带着千钧之力猛地拍了下去，紧接着耀眼的金色光芒在他口中汇聚，这一口龙息喷出来，简直要把整片天空都给烧穿了。这破坏力根本就不是人类能抗衡的。站在一旁的漏里倒是一脸平静，毕竟这才是大公真正的实力。紧接着瓦尔多罗瓦仰天发出一声怒吼，恐怖的声浪伴随着威压席卷了整个战场。这下
可把旁边的埃伦巴尔特给看傻了。这股恐怖的龙之威压，直接把他压得跪倒在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狼狈不堪的埃伦巴尔特，肉里冷冷地问他：“现在明白了吗？人类想要和龙族联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肉里指着远处那只在烈火中咆哮的巨龙，警告他，这就是他未来伴侣的真实面貌，这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高攀的存在。看着眼前不断颤抖的男人，肉里其实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毕竟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这种龙威。他冷笑着告诉艾伦巴尔特，红龙的血脉深处流淌着极其残暴的本性，那是只知道毁灭与杀戮的恐怖生命。这种残暴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光凭一腔热血根本无济于事，你那脆弱的意志迟早会被这股力量彻底摧毁。肉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质问他是否真的明白成为巨龙伴侣的代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人类和龙族注定是两个世界。他本以为这次能彻底劝退他，让女主人也放弃这不切实际的幻想。可就在这时，跪在地上的埃伦巴尔特却突然开口。他缓缓抬起头，脸上不仅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露出一抹微笑。这力量真是太壮观了。看着这个在龙威下还能笑出来的男人，肉里彻底懵了。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看着在龙威下还能笑出来的男人，肉里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甚至怀疑这家伙有什么特殊癖好，简直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受虐狂。夜幕降临，埃伦巴尔特独自躺在客房床上。虽然他白天嘴上说的好听，但实际上身体早就彻底散架。那股恐怖的龙威和龙吼差点没把他整个人震碎。埃伦巴尔特忍不住叹了口气，今天一整天又白白浪费了。别说凝聚魔力环，他现在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他是真的后悔了，自己当初到底抽了什么风，非要跑来凑这个热闹。站在山崖上，埃伦巴尔特回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切，那只在烈焰中咆哮的巨龙确实带来了无法言喻的恐怖，但奇怪的是，他却根本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他开始明白瓦尔多罗瓦为什么要隐藏身份，在这片荒凉的边境不断与魔物厮杀，这一切的破坏与毁灭，其实都只是为了保护他所珍视的东西。他宁愿选择这条最艰难的道路，也要像一个高贵的红骑士一样，独自默默地战斗下去。这力量真是太壮观了，如果自己能和他并肩作战，那该是怎样的场景？可还没等他多想，胸口却突然传来一阵异动，这股狂暴的能量竟然开始凝聚成红色魔力环。这下他彻底慌了，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魔力。要是顺着这股力量走下去，他迟早会再次变成前世那个疯子。可谁能想到，这滴血不仅没有平息暴动，反而唤醒了某种更古老的存在。看着眼前浮现的红骑士幻影，埃伦巴尔特彻底懵了，这到底是什么力量？为了阻止悲剧重演，他拼尽全力，想要把这股力量强行压制下去。为了凝聚出这唯一的魔力环，埃伦巴尔特这次下定了决心，绝对不能再重蹈前世的覆辙。这一次，他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结果到了第二天，肉里一看到他，整个人都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开启了魔力回路。要知道，昨天他可是连站都站不稳。面对肉里的震惊，埃伦巴尔特倒是显得很淡定。他笑了笑，表示自己本来就不是什么普通人。看着眼前这个一夜之间就开启了魔力回路的男人，肉里虽然有些不甘心，但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已经达到了合格的标准。不过埃伦巴尔特倒没有得意忘形，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主动开口询问，这附近有没有可以让他练习魔法的地方。谁能想到，肉里的办事效率简直高得惊人。没过多久，他就独自一人为埃伦巴尔特搭建好了一个简易训练场。看着眼前设施齐全的场地，埃伦巴尔特忍不住鼓起掌来。不愧是埃伦巴尔特唯一的侍从，这动手能力确实没得说。看着眼前的训练场，肉里有些纳闷地问他，为什么不要那些昂贵的魔法道具，反而只要了几个普通的靶子？他到底打算练习什么？埃伦巴尔特解释说，自己只是想练习如何更高效地控制魔力，毕竟如果无法精准控制，那体内的魔力就全被浪费了。结果肉里听完直接懵了，对龙族来说，控制魔力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根本不需要特意去练习。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行为在龙裔眼里简直太原始了，这让埃伦巴尔特感到一阵无语。这些天生自带外挂的家伙根本不懂普通人类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不过他也没多解释，只是默默走到靶子前，准备开始自己的训练。他很清楚，想要凝聚出稳定的蓝色魔力环，最关键的就是要学会控制魔力。但问题是，埃伦巴尔特的魔力环是红色的，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控制情绪的同时，还要彻底释放情绪。只有克服这种矛盾，才能真正掌握这股力量。前世的他花了1年时间才提取出魔力，又花了1年才将其凝聚成球体。可现在重现前世用血汗换来的魔力弹，他居然只用了短短2分钟。这可把旁边的肉里给看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类在第一次训练中连汗都没流一滴，就轻而易举地凝聚出了魔力球，而且一出手就是3个。他低声喝道：“发射！”3颗魔力弹呼啸而出，直接把远处的靶子炸得粉碎。看着眼前的废墟，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这股狂暴的力量并没有反噬自己。而一旁的肉里早就被这一幕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画面一转，肉里正在向女主人汇报情况，他把刚才看到的一切都如实报告给了瓦尔多罗瓦。得知这个男人刚来没多久就觉醒成了魔法师，瓦尔多罗瓦也有些意外，他对人类的魔法水平并没有概念，便开口询问肉里，在你看来那个男人到底怎么样？肉里一脸严肃地回答，那家伙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太完美了，连一次失误都没有，这反而让人觉得非常可疑和危险。埃伦巴尔特有些好奇地追问原因，
肉里咬牙切齿地解释，普通人类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他绝对隐瞒了什么秘密，说不定这家伙其实是个受虐狂。听到肉里这番奇葩的推论，瓦尔多罗瓦忍不住笑了起来，调侃说能让肉里这么防备，看来那家伙确实有点本事。肉里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能点头承认。最后瓦尔多罗瓦做出了决定，既然那家伙说自己没有恶意，那他就姑且选择相信他一次。看着女主人做出了决定，肉里心里却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毕竟女主人曾经被人类伤害得太深了，既然好不容易才重新敞开心扉，他就必须确保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要是能试探出那个男人的真心就好了。想到这，肉里突然有了主意，他凑上前建议道：“女主人，既然有这个机会，不如把那个东西交给他来保管。”听到这个提议，瓦尔多罗瓦微微一笑，问他指的是什么。大门缓缓打开了，伴随着侍从的宣告，艾伦巴尔特已经迈步走了进来。远东战线的议事大厅里，领主们正聚在一起，交头接耳。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女公爵瓦尔多罗瓦会突然召集大家，原来是那位新上任的未婚夫要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底下的领主们直接炸开了锅。在他们眼里，18岁的艾伦巴尔特不过是个小鬼，居然还真把这门婚事当了真。有人当场嘲讽道：“这家伙虽然出身骑士世家，却是个连剑都拿不稳的废柴，根本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残次品。”看着底下吵成一片，坐在主位上的老者冷笑了一声，在他看来，根本没必要在一个死人身上浪费时间。毕竟以女公爵那残暴的脾气，这个所谓的未婚夫迟早会被他亲手撕成碎片。大门缓缓打开，伴随着侍从的宣告，艾伦巴尔特迈步走了进来。不过说实话，他心里其实100个不愿意去应付外面那群各怀鬼胎的领主。看着手里的资料，艾伦巴尔特有些无奈地问陆里，自己是不是真的现在就要过去？陆里倒是一脸平静地表示，这关他迟早的过。接着他话锋一转，问艾伦巴尔特知不知道自家女主人为什么被称为瓦尔多罗瓦大公爵。艾伦巴尔特当然清楚这背后的分量，那是因为在很久以前，这片大陆上曾诞生过极其恐怖的存在，也就是孕育了魔王的黑暗化身黑龙哥德温，而终结那只黑龙的正是瓦尔多罗瓦。因为这个天大的功绩，帝国才册封他为大公爵，并赐予了这片领地。肉里接着解释，现在女公爵正忙着在前线讨伐魔物，根本分不出精力，所以作为未来的未婚夫，艾伦巴尔特必须帮他稳住后方，去管理东部战线的领地和领主。简单来说，就是女公爵主外，艾伦巴尔特主内。听到这，艾伦巴尔特忍不住自嘲，这不就相当于成了当家主母吗？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对方这么快就把权力交出来，可不是因为信任，反而更像是一种试探。既然躲不过去，那就只能正面迎击了。艾伦巴尔特直接推门走进了议事大厅，看着底下各怀鬼胎的领主们，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微笑着抛出了一个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你们希望我怎么对待你们？艾伦巴尔特这一开口，直接把在场的领主们给镇住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小子一上来就想拿捏主导权，不过这群老狐狸可没那么容易对付。领头的老领主冷笑了一声，直接开始倚老卖老。他表示，大家虽然尊重女公爵的未婚夫，但他们这群人对帝国的忠诚比艾伦巴尔特的年纪还要大，所以作为晚辈，艾伦巴尔特是不是应该先对他们放尊重点？这话一出，底下的领主们也跟着纷纷附和，想借此给这个年轻人一个下马威。然而艾伦巴尔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看着这群人，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他只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这群人到底想被怎么对待。面对艾伦巴尔特的强势逼问，老领主最后还是妥协，表示他确实有资格居高临下。艾伦巴尔特见状，便顺水推舟地表示自己以后不会过多干涉领地事务，大家以前怎么管，以后还怎么管。可紧接着他却轻飘飘地抛出一句，不管是仁慈、统治还是剥削，剥削这两个字直接戳中了领主们的敏感神经。泰萨洛斯当场就炸了，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质问艾伦巴尔特是不是在指责他们。艾伦巴尔特见状，却只是云淡风轻地摆来手，表示自己只是一时口误。这种敷衍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泰萨洛斯，他直接开始人身攻击，当众揭开艾伦巴尔特的伤疤，嘲讽他是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废物，现在只能靠这女公爵未婚夫的身份撑场面。泰萨洛斯指着艾伦巴尔特的鼻子，警告他要对长辈放尊重点，一个1环的未婚夫，凭什么在他这个4环魔法师面前指手画脚？这下子大厅里的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面对泰萨洛斯的挑衅，艾伦巴尔特不仅没有害怕，反而轻飘飘地回了一句：“4环啊，那也太普通了。”这句话一出，泰萨洛斯整个人都快气炸了。在魔法界，实力就是绝对的规矩，4环魔法师走到哪都是座上宾，现在居然被一个1环的废物给鄙视了。泰萨洛斯当场就要动手，准备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点教训。可谁能想到，艾伦巴尔特却在这个时候主动递了台阶，表示自己有一个提议，既然对方觉得1环不配说话，那不如他们两个直接来一场决斗，1环对战4环。这消息一传出去，底下的领主们直接议论开了。在大家眼里，这场决斗的结果根本毫无悬念，毕竟实力差距摆在那里。甚至有人开始盘算，要是能借泰萨洛斯的手，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一个教训，对他们以后的计划反而更有利。就在众人的围观下，两人在决斗场上正式对峙。可谁能想到，决斗还没开始，艾伦巴尔特就直接开口问对方打算用什么魔法，这可把泰萨洛斯给气笑了。在决斗中直接打探对手的底牌，这小子到底懂不懂规矩？
看着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泰萨洛斯得意地笑了起来，甚至大发慈悲地劝他现在认输还来得及。紧接着，他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准备使用4阶的强力破坏魔法。这招一出，底下的围观群众直接炸锅了，这可是纯粹为了毁灭而设的，要是真打在身上，埃伦巴尔特怕是连命都保不住。可谁能想到，埃伦巴尔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慢条斯理地表示自己只会最基础的魔力弹。听到这个回答，泰萨洛斯简直要笑掉大牙了。拿最基础的入门法术去对抗4阶魔法，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但埃伦巴尔特却显得异常自信，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输。这下子泰萨洛斯彻底被激怒了，既然这小子一心求死，那他也懒得再废话了。面对泰萨洛斯铺天盖地的杀意，埃伦巴尔特却显得异常冷静，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施法原来对方也是通过情绪来调动红色魔力环的，只可惜这种粗糙的控制方式在他眼里根本不够看。就在泰萨洛斯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时候，埃伦巴尔特出手了，他只是轻轻一抬手，3颗红色的魔力弹便凝聚了出来。看到这一幕，原本得意洋洋的泰萨洛斯整个人都傻眼了。埃伦巴尔特淡淡的表示，这场决斗其实早就已经分出胜负了。面对飞来的魔力弹，泰萨洛斯急忙展开防御，可谁能想到这几发攻击根本不是冲着他去的。埃伦巴尔特的目标居然是那还没完全成型的魔法阵。就在魔法阵即将完成的临界点，魔力弹精准地砸了上去，只听见咔嚓一声，整个魔法阵直接被强行轰碎。这下子泰萨洛斯彻底懵了，这根本不是普通一环法师能有的控制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魔力反噬的剧痛就让他直接喷出一口血来。这种强行破坏魔法阵的手段，连泰萨洛斯自己都做不到。随着魔法阵的彻底崩溃，狂暴的魔力反噬直接将他震飞了出去，尘土散去，泰萨洛斯无力地瘫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竟然会输给一个无名小卒。就在这时，埃伦巴尔特缓缓走到了他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现在愿意认输了吗？看着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少年，泰萨洛斯彻底陷入了绝望。虽然心里有1万个不甘心，但为了能变得更强，泰萨洛斯最终还是低下了头，当众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下围观的人群彻底炸锅了，一个4环法师居然输给了1环，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有龙族暗中出手。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旁边的漏里冷冷的警告，要是眼睛没用，不如直接挖掉。泰萨洛斯这回是彻底服气了，感叹自己真是坐井观天。埃伦巴尔特倒也谦虚，主动伸手拉起了他，表示对方的实力同样不可小觑。泰萨洛斯自嘲地笑了笑，觉得被贬到这里也算值了，并恭敬地称呼他为殿下。可听到被贬这2个字，埃伦巴尔特却突然警觉起来，立刻追问起对方的名字。听到对方自报家门叫泰萨洛斯，埃伦巴尔特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这让泰萨洛斯有些纳闷，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对方有过交集。埃伦巴尔特看着他，语气平静地表示，对方其实是自己的恩人。还没等泰萨洛斯反应过来，一根手指已经抵在了他的额头上，紧接着一发近距离的魔力弹直接轰了过去。泰萨洛斯根本来不及躲闪，整个人直接被轰飞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吓傻了。谁能想到前一秒还在说话的埃伦巴尔特，下一秒出手会这么狠？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泰萨洛斯，埃伦巴尔特没有丝毫动摇。他冷冷地表示，自己绝对不能留下这个活口，因为一旦放过对方，这家伙迟早会给自己的未婚妻带来无尽的绝望。谁能想到，埃伦巴尔特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痛下杀手，在场的领主们彻底被吓傻了，因为他杀的可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决斗明明已经结束，他却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强行要了对方的命，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谋杀。可现在谁又敢站出来指责他？埃伦巴尔特转过身，脸上还带着未干的血迹。他看着台下被震慑住的众人，语气轻松地发问，大家怎么都这么紧张？是因为泰萨洛斯死了吗？接着他淡淡地表示，不用把这事放在心上，这家伙本来就该死，要是让他继续活下去，只会让大公爵感到烦心。旁边的老领主听完直接懵了，他忍不住大声质问，这明明是你们第一次见面，泰萨洛斯的死怎么就跟大公爵扯上关系了？埃伦巴尔特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耐心地解释道，瓦尔多罗瓦大公爵一直希望人类幸福，而泰萨洛斯却违背了他的意愿。至于具体是什么事，那是发生在遥远未来的事情，现在确实没办法证明给你们看。听到这个荒谬的解释，底下的领主们彻底无语了，因为一件还没发生的事就动手杀人，这家伙怕不是个疯子吧？看着满脸惊恐的众人，埃伦巴尔特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不用担心，至于你们以后想干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一辆马车在路上飞驰，车轮压过石子，颠簸的厉害。车厢里，埃伦巴尔特正痛苦地揉着太阳穴，整个人看起来状态极差，他只觉得脑袋天旋地转，难受的厉害。谁能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泰萨洛斯，刚才仅仅是用了几发魔力弹，就把他体内的魔力给彻底抽空了，再加上这马车晃得厉害，直接让他晕车了。他甚至开始怀念起那些还没被发明出来的魔能车。对面的漏里却突然拍了拍手，语气里满是调侃，他表示埃伦巴尔特刚才的表现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不过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醒他，第一次见面就杀掉了女公爵最忠诚的部下，这对于接下来的订婚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埃伦巴尔特有些不敢相信地问，你说的最忠诚的部下该不会就是泰萨洛斯吧？漏里叹了口气表示，信不信由你，他确实是少数忠于大公爵的领主。这下埃伦巴尔特也觉得有些棘手，他接着打听起这家伙平时的为人到底怎么样。漏里
无奈地解释道：“算是一半正直，一半腐败吧。但在远东这种鬼地方，这种货色已经算最好的了。毕竟其他领主都在忙着中饱私囊。”艾伦巴尔特听完只觉得头疼，这地方的领主真是一团糟。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表示订婚姻该还能照常进行，因为他动手杀人其实是有正当理由的。如果他的记忆没出错，这个泰萨洛斯现在应该正在犯着某种重罪。没过多久，马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正是泰萨洛斯的领地城堡。城堡的管家赶紧迎了出来，十分恭敬地表示，能接待大公爵的贵客是他们的荣幸。管家有些遗憾地解释，自家主人刚好出门不在。结果艾伦巴尔特一开口，直接把管家给整不会了。不用等了，你们主人已经死了。还没等管家反应过来，艾伦巴尔特直接把手里的布包递了过去。旁边的漏里也跟着补充道：“把这东西挂到城堡大门最显眼的地方去。”管家疑惑地打开布包一看，这一看差点没把他吓死，里面装的居然是泰萨洛斯的人头。一声凄厉的惨叫顿时响彻了整个城堡。紧接着，艾伦巴尔特和洛里直接来到卧室，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艾伦巴尔特忍不住吐槽：“这感觉就像是来抄家一样。”洛里在一旁提醒道：“既然把人家的头挂出去了，最好能在这里搜出他犯罪的证据。”艾伦巴尔特忍不住吐槽，说的好像你没帮忙一样，那人头不还是你亲手砍下来的吗？听到这话，陆里冷冷地威胁道：“自己正在考虑取消婚约，要不要现在就把人头送回去？”艾伦巴尔特赶紧转移话题，表示自己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扇暗门。他一边摸索一边嘀咕：“这附近应该有开启暗门的机关。”结果漏里直接走上前，让他往旁边稍稍。还没等艾伦巴尔特反应过来，漏里直接一拳砸了下去，坚硬的地板直接被砸了个大窟窿。看着这简单粗暴的开门方式，艾伦巴尔特整个人都无语了。漏里拍了拍手，表示：“门已经开了，我们进去吧。”顺着暗门走下去，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熏得两人直皱眉头。艾伦巴尔特低声说道：“难怪下面会有这么重的血腥味。”等他们看清眼前的景象，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秘密实验室，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人类和怪物的尸体，这些亵渎生命的实验痕迹，显然是恶魔信徒的手笔。这群家伙为了追求力量，早就已经彻底丧失了人性。而死去的泰萨洛斯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死灵法师。艾伦巴尔特看着眼前被吊起的残肢，沉声说道：“这具尸体是领地里的士兵，泰萨洛斯竟然把士兵的器官和怪物强行缝合在了一起，这下证据确凿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找死的疯子。”看着眼前的惨状，漏里忍不住感叹：人类果然靠不住。不过既然这家伙是恶魔信徒，那他们杀了他，也就不用担心被追究杀死贵族的罪名了。看着在一旁翻找的艾伦巴尔特，漏里有些疑惑地问：“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艾伦巴尔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一堆资料里翻出了一份手稿，这上面记录的正是泰萨洛斯引以为傲的无限魔力修炼法。看着这份手稿，艾伦巴尔特想起了以前的事情。当时泰萨洛斯曾得意地对他说，怪物能不断产生魔力，虽然这些魔力很浑浊，无法直接使用，但如果能重现怪物的魔力产生机制，那将会彻底颠覆整个魔法界。泰萨洛斯越说越兴奋，他觉得只要能提取出纯净的魔力，自己就能拥有无限的魔力源泉，甚至能彻底打破魔法环数的限制。当时艾伦巴尔特在一旁冷眼旁观，顺口问了一句：“你打算用这个修炼法做什么？”泰萨洛斯得意地表示，他要用自己创造的亡灵大军，把那些贬低他的贵族全部踩在脚下，甚至一路打到恶龙的领地去。他甚至开始幻想自己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为大魔法师。可前世的泰萨洛斯怎么也没想到，艾伦巴尔特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这东西对我的复仇很有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前世的艾伦巴尔特就已经凝聚了魔力，直接对他下了死手。看着手里的手稿，艾伦巴尔特心里很清楚，这本无名修炼法曾让他前世以极快的速度突破到8环，如果现在重新修炼，他变强的速度还能再翻几倍。看着艾伦巴尔特盯着手稿出神，漏里在一旁冷笑说，他终究还是个贪婪的人类。既然泰萨洛斯已经死了，就算他把这份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也根本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可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变强机会。可谁能想到，艾伦巴尔特却直接把手稿递了过去，冷冷地回了一句：“把这里的一切全部毁掉。”这一下连漏里都有些没反应过来。漏里有些不敢相信，问他是不是认真的，毕竟作为一个魔法师，面对这种能颠覆魔法界的知识，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心动？艾伦巴尔特却显得异常冷静，在他看来，如果因为追求强大的力量而让大公爵伤心，那这种力量不要也罢，还不如现在就彻底毁掉。接着他反问陆里，到底能不能动手烧了他？陆里沉默了片刻，表示这对自己来说并不难，随后便直接用魔法火焰将手稿烧成了灰烬。艾伦巴尔特看着眼前的蓝色火焰，心里很清楚，每一个法术都带着施法者的情，而施法者本身也会被这种魔力所污染。泰萨洛斯因为憎恨帝国，他的魔力里便全是仇恨，而这种黑暗的魔力最终也反噬了他自己，这和艾伦巴尔特的前世简直一模一样。如果自己继承了这种魔力，迟早会再次被那些负面情绪所吞噬，所以他必须彻底放弃它。看着手稿在火焰中化为灰烬，艾伦巴尔特只是淡淡的感叹了一句：“这火烧的真旺啊！”看着眼前的艾伦巴尔特，漏里心里忍不住犯嘀咕，在他眼里，这家伙不仅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疯子，甚至还有点受虐倾向。
虽然他打心底里不想让这种人接近女主人，但眼下也只能先忍着。洛里叹了口气，催促着赶紧离开这个阴暗潮湿的鬼地方。毕竟在和女公爵的订婚仪式开始前，要是身上沾了血腥味，那可就太失礼了。听到这话，埃伦巴尔特突然反应过来，那场备受瞩目的订婚仪式终于要正式开始了。